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赵轩还没有说话呢，阿宝已经先把大布包给拿了过去，然后就一样一样的数给侍卫们看。这是皇后娘娘给我准备的烤鸭，还有烤大鹅，还有酱肉，能给你们2个1人1块吃，多了不能再给了，我回家还得再分呢。2个侍卫当着太子的面哪敢吃呀？可是阿宝一个劲儿地瞅着他们，2人无奈，只得迅速地扔进了嘴里。不得不说啊，味道真是不错。太子瞧见这一幕，几乎要气得吐血了。太子坏蛋，我不给太子吃好吃的。少阿宝，既然已经检查完了，太子可以放行了吧？太子没有说话，但显然是已经默认了。眼瞅着那兄妹俩越走越远，他看着自己满是伤的膝盖，便语气淡淡的朝着小太监们道：父皇的狼犬我不能动手，就将那只黑犬打杀了吧。无死不成器，将气撒在一只狗的身上，倘若不顾及朕，只怕那狼犬也要被他打杀了。大太监站在一边，有些不敢说话。毕竟在他看来，其实皇上也是这样的人，心也小。派人去告诉太子，倘若日后朕惹了太子不满意，太子是不是也想对朕动手？今天的皇上怎么有些不一样啊？太子小时候的性格明明比现在还过分呢。所以皇上其实是被赵家的孩子们给洗脑了吗？有了裴文帝的话，太子哪里敢做什么动作呀？其他人也不敢妄动。所以大黑就这样一瘸一拐的从宫里的一个狗洞跑了出来。也就在这时候，没有人知道一行2人已经快马加鞭的快要到达了京城的范围。阿宝开心地坐在饭桌旁，跟小伙伴们还有老药王他们巴巴地说着在宫里的事儿，赵轩就是在这时候带着受伤的大黑走了进来。一看见大黑，原本趴在那里甩尾巴的长毛顿时警惕地吼了起来，吼的声音很大，听着骂得很难听。是大黑，爷爷，快给大黑看看！老药王赶紧朝着大黑走了过去。看看，这就是我说的大黑。刚要朝着大黑跑过去，结果衣服就被长毛给咬住了。阿宝，长毛真凶，不过这个大黑长得真好看呀。长毛放开了阿宝，又开始朝着大鸭二鸭兄弟俩疯狂地喊着。康康的眼睛已经直了，他想了想，还是跟在了老药王的后面跑了过去。药爷爷不是说不让小孩跟过去吗？我姐姐说了，大人的话也不是圣旨。所以你经常不听夫子的话。阿宝假装没听见，继续回去吃饭了。赵阿宝，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还有什么花招。今天可以用3只狗，这样确实可以让太子跑得更快哇。我爹爹以前就是这么教我的。我爹爹以前教我学游泳，都把我扔进池子里。你整天光你爹说，你爹现在又不在，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我怀疑你就是单纯来整我。你这个师傅当得很不好，不称职。可是我爹爹真的是这样说的哇。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找我爹爹问问哇。你爹如今在边关，我怎么去找他？太子反问道。他发现阿宝根本不上钩。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我爹爹说了，听不懂的话可以把耳朵割去的。赵将军就是如此教你的。
阿宝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一道凉凉的声音就从不远处传了过来。怎么，太子对我的教育方法有意见？从外面传过来的这道声音很是沧桑，空气里仿佛还有塞外传来的风的味道。阿宝呆呆地站在原地，就像是一只小狗狗一样。他耳朵动了动，两只脚却没有动，而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逐渐走近的两个人。赵轩则是很平静地走到了夫妻俩的身边，只有太子很是崩溃地瞪大了眼睛。赵将军，你们不是还在返程的路上吗？不是还有好几天才能到达京城吗？你们没有父皇的命令，怎么可以进宫？我们没带刀剑，只是带令牌进宫带孩子。王春娘笑着说道，然后她就抬起手朝着阿宝说道：阿宝，怎么呆住了？不认识娘了吗？阿宝被娘亲的这嗓子给喊得回了神，他愣了愣，然后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朝着赵恒夫妻俩跑了过去。爹爹老了，黑了。赵恒看了眼阿宝，伸手扯了扯阿宝的小揪揪。你别过来！太子眼睁睁地瞧着赵恒朝着自己越来越近。我替阿宝教你几招啊！你别过来啊！御书房，你说什么？回皇上，王将军在外面求见。别说皇上了，他也害怕王将军呀。让他进来。大太监赶紧出去传消息，王春娘就带着阿宝还有赵轩进了御书房。隋文帝没看两个孩子，眼睛一直瞪着王春娘的脸，没好气的道：你们夫妻俩谎报行程，提前回京。皇上都要把我儿子送去北周了，我们俩自然是要提前回来的。是皇上不守约，说好我们夫妻俩外出打仗的时候不对孩子们动手脚的。裴文帝被王春娘堵得无话可说。皇上，我可以坐下吃吗？站着吃东西实在是太不舒服了。裴文帝被王春娘瞅着，他不是很情愿地嗯了一声。听见皇上同意了，阿宝这才开心地坐了下来，一个劲儿地啃着肉干，边吃边嘟囔道：哥哥，你真的不想吃吗？娘亲说了，这是山外的肉干。你自己吃吧，别硌着牙。阿宝见此，也就开心地吃了起来。跟着赵恒有什么好？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鬼样子，京城中哪个妇人同你这般？裴文帝瞅着王春娘那张饱经风沙的脸，冷笑道：赵恒从未将我当妇人看。对哇，我姐姐说娘亲是我们家老大，不是你。剩下的话被赵轩给捂住了。裴文帝一脸嫌弃地看着啃肉干的阿宝，王春娘只是淡淡地笑着，没有说什么。既然仗也打完了，虎符就交还给皇上了，想来日后也不需要我们夫妻俩再出征了，剩下的时间只想陪陪孩子们了。你在怪朕让你儿子去北周？有点儿，皇上还是那么卑鄙。既然虎符也给了，我们就先告退了。从御书房出来，阿宝好奇地朝着王春娘问道：娘亲，我们为什么要来看皇上哇？皇上不好。哦，你爹在那里教太子练功呢，估计是力度有点大。子宫里的人啊，接二连三的想要找皇上求助，咱们进去找皇上，正好可以阻止一下，给太子多争取些学习的时间。母子三人说着说着，就又回到了太子宫里。
然后阿宝嘴里的肉干就因为惊讶从嘴里掉了下来。只见好好的一个太子，此时已经气喘吁吁地瘫在地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太子，你怎么没力气了哇？给你块肉干吃。阿宝本着不能浪费食物的原则，将掉在地上的那块肉干塞到了太子的嘴里。啥玩意儿？好了，阿宝，我们该回家了，待会儿送你去上学。阿宝下意识地朝着王春娘跑了过去，结果跑到半路，又想起了被他忽略的爹爹，所以他只得转头去找赵恒了。赵恒直接将他架在了肩膀上，带着媳妇儿孩子朝着宫门口走了去。大小姐，大小姐！阿宝眼睛一亮，是胖公公让你给我带的吗？哎呀呵，胖了不少啊！阿宝刚要咧嘴，想必这学问也长了不少吧？阿宝还没有咧起来的嘴顿时紧闭了起来，顿时就没有说话的欲望了。赵阿宝，怎么不说话了？阿宝紧紧地闭着嘴，就是不张口。今天下午啊，我跟你娘还有你哥去书院等着你，顺便问问你这几个月学的怎么样。阿宝瞪大眼睛，干脆装聋作哑了。赵府门口，老药王瞅着不远处走来的那一家四口，他有些诧异地朝着旁边的宋氏问道：怪了，阿宝不是整天想他爹娘吗？怎么板着一张脸呢？眼睛好像也闭起来了呢。宋氏手里拿了一把艾叶，一边等待着一家人，一边朝着老药王说道：估计阿宝的耳朵也不好使了。一时之间，老药王竟然觉得无话可说了。他越看越觉得自家老婆子说的是对的，阿宝那样子一点儿也不像是开心的模样。老药王夫妻俩就这样瞧着，直到那一家四口走近了。老药王凑上前看了看，果然阿宝的眼睛是闭着的。阿宝啊，在宫里吃饱了没啊？黑爷爷炸了肉，要不要来一点啊？原本紧紧闭着眼睛的阿宝顿时睁开了一只眼睛，鬼鬼祟祟地盯着老药王看，然后忙不迭地点点头。你们俩呀，真是瞒得紧，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宋氏拿着艾草朝着赵恒两人身上挥了挥。在他的家乡，艾草能除去人身上的晦气。这些日子辛苦爹娘了。宫里变数太多，我们只得假传消息，提前出发。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老岳头啊，还在赶回来的路上呢。让九毛把马车备好，待会儿我们呢跟阿宝一起去书院。阿宝疑惑地看着赵恒，一脸崩溃地问道：爹爹，你不饿吗？你不要吃饭吗？爹不饿，爹高兴得很呢。哎呀，爹瞧见你啊，长胖了不少，这肯定读书也很用功啊。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听到刘夫子他们夸奖你了。阿宝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转头看向哥哥，企图跟赵轩求救。赵轩悄悄地跟阿宝摇了摇头，他也没办法呀。阿宝见此，只得快步地去吃饭，吃完饭好好想想该如何应对。书院，幸好爹爹晚些来，要不然我肯定就完蛋了。阿宝就这样一路急匆匆地到了刘夫子的院子里。阿宝，你咋来了？
又发生什么事了？阿宝甚至都没有说话，直接从自己的布包里掏出了一个好大的金锭，直接放到了刘夫子的跟前。跟在一边的小书童瞧见这一幕，顿时惊呆在原地。你不可以说出去哇！阿宝甚至还不忘跟小书童交代。说吧，说吧，你又做了什么事情？刘夫子一脸无语地看着阿宝，但是他并没有抗拒，而是直接将那金锭给收了过来。夫子，我爹爹今天下午要来找你，你能不能不要说我坏话哇？你爹回来了？你爹要来书院？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只要夫子不跟我爹爹说我坏话就可以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快些回去上课吧。刘夫子收了金锭，点点头，就催促阿宝回去上课。阿宝见自己行贿成功，顿时噔噔噔地跑了出去。阿宝一跑出去，赵家那边来过消息说要来吗？赵将军每次来都会提前说，这次没收到消息啊。这该不会是阿宝听错了吧？算了，你去赵府跑一趟，请他们来一趟吧。这么大的金锭，再让他们见见。天雷滚动好爸爸，劈头浑身掉渣渣。请就说哈哈，每天改比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你们不是要去书院吗？怎么还不出发呀？再晚都要放学了。哎，没事没事，爹娘，你们先去忙啊，我等书院来叫呢。老药王听见这话，干脆也不问了，带着宋氏和老郑国公往外走的时候，只悄悄地说道：今晚回来的时候带点好吃的，阿宝怕是又要挨揍了。书院里，阿宝觉得自己行贿成功，所以就很开心地跟小伙伴们分享自己爹爹娘亲已经回来的消息。太好了，今晚咱们肯定可以吃顿好的啦！咱们几家肯定是要一起吃饭的。不知道干爹有没有给我们带礼物？哈哈哈，干爹肯定会检查我们功课的。阿宝此时根本不怕，因为他都已经打点好了，他现在就等着晚上吃好饭了。阿宝，你都不怕的？我没有什么怕的哇。万一干爹让咱们背诗怎么办？应该不会吧，爹爹娘亲刚回来，肯定不会考这个的。爷爷说过了，大人不能扫星星的，扫星星就是让别人不高兴的意思。阿宝，那不是扫星星，是扫兴。阿宝摆摆小爪爪，根本不放在心上。也就是在这时候，赵恒夫妻俩已经被小书童请到了刘夫子的院子里。夫妻俩眼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好大的金锭。阿宝今天来给我送了这个金锭，说让我不要说他的坏话。可原本若是没有这个事儿，我是不会找你们的。你们不在的这段时间，阿宝其实表现还不错，所以阿宝这是多此一举了。但是行贿这事儿太大了，我觉得必须要找你们来了。正好我也好奇，阿宝说你们要来找我，不知道你们夫妻俩找我做什么？王春娘一脸无奈地看向赵恒，你又给阿宝挖坑。阿宝这些日子在书院过得还算开心？当然开心，快把他们班开成小餐馆了。说实在的，阿宝在书院虽然学习兴致不高，但是很开心。我倒是担心阿轩的事儿，他此时若是去了北周，再回到京城，那到什么时候啊？唉，我以前觉得像陶潜那样安于一隅也很好，可那孩子有志向，
并不适合归隐北周。嗨，儿孙自有儿孙福嘛，他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刘夫子没有再多说什么。你们俩在这里自便吧，我得出去看看了。赵恒点点头。王春娘看向赵恒，留在这里做什么？吓唬阿宝？阿宝下了课就去隔壁班喊钱小鸭吃东西，结果一口肉干还没有吃上呢，大鸭二鸭就朝着阿宝疯跑了过来。阿宝，你快去看，干爹在给人发书。发书？我不喜欢，让爹爹发书吧。爹爹发书肯定就是不找我的事儿了。阿宝甚至还觉得松了一口气。不是啊，干爹会问每个人阿宝在书院闯了什么祸，答上来就送书。阿宝你完了，干爹如果不是顾及影响，肯定会罚钱的，而不是发书。不过不管怎么说，你肯定完蛋了。我刚才瞟了一眼，干娘在旁边记录，已经记了不少了。好几个人反映你上课吃东西，还有人说你不到下课就跑出去了。爹爹娘亲在干什么？最终阿宝还是被钱小鸭拉着，在外面大院里找到了赵恒夫妻俩。邵伯伯、伯母，阿宝虽然上课吃东西，但是阿宝经常帮助同学拎东西，还帮夫子们喂猪呢。有人没吃早饭，阿宝也会给他们东西吃。旁边有人在领书，听见钱小鸭这样说，想了想，也跟着点头。阿宝站在一边，眼睛一亮。赵恒看了一眼阿宝，朝着钱小鸭问道：那你觉得他学习如何？很有用心呢？比之前用功。钱小鸭想了想说道，其他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昧着良心说出来了。钱小鸭，等我明天给你带烤肘子吃。哼，当着我的面行贿，那个大金锭是谁给你的？一听大金锭，阿宝的眼睛蓦地瞪大，然后视线瞥见一旁的刘夫子，他顿时噔噔噔地朝着刘夫子跑了过去，朝着刘夫子问道：夫子，你怎么说话不说话哇？夫子，你怎么说话不说话哇？你会长尾巴的。刘夫子没有直面回答阿宝这个问题，而是朝着阿宝开始念起了书。子曰，阿宝转头就跑。别吓唬他了。赵恒哼了一声，这才收手。傍晚，为了迎接赵恒和王春娘回来，组织了大型的聚餐活动。只不过大家欢喜的准备的过程中，阿宝被制裁了。阿宝一个人被赵恒绑在院子的树上。你把阿宝绑在树上做什么？阿宝说了，下次不会了。做错了事儿，总要受点惩罚的。赵恒语气轻飘飘地说了一句。老郑国公往树干上看了一眼，阿宝被2根绳子绑在树杈上，阿宝已经瞅着下面的吃食流哈喇子了。二丫朝着老郑国公跑了过来，强烈要求要上树。岳爷爷，你也把我放上去吧。老郑国公怎么肯呢？只得赶着二丫去后院。至于被绑在树上的阿宝，完全没有苦恼，他趴在树干上，嘬嘬嘬地将长毛给喊了过来，一人一狗就这样隔空交流着。很快，长毛就甩着尾巴朝着后厨那边跑了过去。
没一会儿的功夫就叼来了很多东西，而忙活的众人都没有发现。阿宝，这些都是生肉，你不能吃啊！再说了，我们也没办法给你送上去啊！我快把这个绳子解开了，我能爬下来的。啊，我瞅着干爹绑你的那些绳子绑了好几圈，怎么可能解开？我有道具啊，我爹爹说过的，不能被表面的事情迷惑的。阿宝的大兜兜里有把小匕首，为了吃饭他也不气馁，就那样趴在树干上，自己一个人磨了小半个时辰。康康他们也不走，就在一旁等着。终于阿宝将那绳子全部给割断，暗处赵恒朝着守在一边的九毛吩咐道：行了，通知他们可以开饭了啊！哎呀，可以呀，比预定的时间早了一些。看来这些日子我们不在家，这阿宝脑子也没有生锈啊。阿宝，快点快点，我们都等不及了，赶紧去吃饭吧！壮士报仇，十年不晚。阿宝噔噔噔地往前跑，一边跑一边朝着几个小伙伴喊道：没错，打倒赵恒！几个娃朝着屋子里跑进去的时候，他们诧异地发现，这群大人都没有吃饭，都在等着他们呢。康康赶紧拉着阿宝要坐下，谁知道阿宝噔噔噔地朝着赵恒跑了过去。他歪着小脑袋，仔细地打量着赵恒。爹爹，你是不是老了？何以见得呀？阿宝看了看老药王，爷爷说了，人老了就吃不动饭了。爹爹一口没动，肯定是老了。都是为了等你们一起来吃。好啦，现在呢，大家都回来了，开饭吧。开饭喽！我终于等到爹爹娘亲回来啦！长毛也甩着尾巴，乖乖地跟在阿宝的旁边。一大群人久违地聚在了一起。哎，你们回来了，阿轩就得出发了嘛，多住些日子不行吗？北周到底是路途遥远呐。我们提早回来了，自然是可以多住一些时日的，只是左右不过10天吧。到了北周之后，你和阿婷互相帮衬，等你再大一些，皇上也不敢留你在北周了，毕竟他也不敢放任你跟阿婷在一起，免得势力更大。阿宝在一旁听着，爹爹说的这些话太复杂，他满头雾水地问道：那哥哥要什么时候回来哇？等你从书院的小学堂升到大学堂的时候吧。赵恒给了一个月末的时间。大丫在一边惊讶地小声道：啊，那大哥岂不是有可能一辈子都回不来了吗？干爹，你再换个说法。我觉得也是，阿宝升不了大学堂，我肯定也去不了的。大哥太倒霉了。不是，你们这群娃在说什么？竟然对自己了解的这么透彻吗？那我要好好学习，争取让我哥哥尽快回来，1年之内就回来。行，等着你。你哥啥时候回来，就看你啥时候从小学堂毕业了啊！要学习之前得先吃饱饭的，我们开始吧。阿宝朝着一群小伙伴吆喝道。曾将军坐在一边，瞅着自家2个傻儿子，他有些嫌弃地朝着张夫人说道：你如今也是当官的人了，为何教育的2个孩子还是这群娃里最傻的呀？夫君，你往常都说儿子随你，大抵是你太蠢了。
张夫人都懒得跟张将军装了。张将军忍不住又瞪了王春娘一眼。都是这个王姐，怂恿婆娘去当官，现在好了，我一点地位也没有，纯张家一个打杂的。张叔叔，你的脸怎么都绿了哇？张将军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呢。不是的，不是的，才不是绿色的，我爹的脸分明是黑色的。街上的人都说，我跟我哥幸好随了我娘皮肤白，要是随了我爹，那就是两个黑煤球。张将军这下子脸是真的黑了。一群孩子嘎嘎嘎的笑，大人们倒是哭笑不得。干爹，干爹！咋啦？有事要求我？干爹，能不能把大黑给我？我问过耀爷爷了，耀爷爷说要让你决定。大黑是宫里偷跑出来的狗啊，你能保证不被其他人发现？我已经问过耀爷爷了，耀爷爷会帮我把大黑的毛给染色，同时我也会把大黑放在我院子里，寻常不会带出去的。干爹，只要一染色，没有人能认出它是大黑的。我们准备把它染成大黄。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及后果，你都想清楚了，对不对？知道的，干爹。我娘他们都答应了，就差你点头了。赵恒点头，康康顿时高兴地嗷嗷了起来。阿宝听见康康的欢呼声，他想了想，不禁想起了小辉。不过爹爹说过，小辉现在过得很好，过得很好就好。他现在还有长毛呢。想到这里，阿宝用腿蹭了蹭一旁的长毛，长毛高兴地甩了甩尾巴。主子，太子来了，就在前院，说是来给你们接风的。太子说大小姐是他的师傅，您就是他的师公。九毛一边说一边在心里吐槽，太子这个人心眼真多，拿大小姐当挡箭牌。叫他过来啊，顺便添一把椅子。阿宝啊，你过来，我有事交代你。九毛点头，快步出去找太子。阿宝则是乖乖地凑到了赵恒的身边。姐姐，你找我做什么哇？赵恒朝着剩下的几个娃道：你们今日都不许插手啊！来，爹跟你说啊，一会儿你就这样，然后再康康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说话，只能点头。太子被九毛带进来的时候，人都惊呆了。他没有想到赵家今天晚上聚会有这么多人，杏花街几家和赵家交好的都拖家带口的来了，那么多人，简直堪比小型宴会。赵将军，王将军，父皇命我前来给二位接风洗尘。瞧见太子手里空空的，太子，你都不给我带好吃的吗？我带来的东西都放在外面了，大多都是名人字画一类的。你都没给我带好吃的，我不想你来了。你中午不是带着一大堆走了吗？怎么现在又没了？中午的饭是午饭，晚上的饭是晚饭。你果然不关心我。阿宝哼起了一声，但还是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朝着太子说道：徒弟，你坐过来吧。太子瞧了瞧那个位置，还不错，距离赵恒也近，于是他很安心地坐了下来。徒弟，你能不能帮我夹那个肉肉？我够不到，我现在还是小孩子。太子在宫里向来是被人照顾的，此时听见阿宝这样说，他甚至还觉得有些新奇。不过照阿宝这饭量也太大了些。阿宝最近个子稍微长了一些，昨天我给孩子们都量了量，大丫二丫呀，长势稍微慢了点儿，你们回家切记不要给他们
吃那么多杂七杂八的。张将军，一定不要带他们俩出去随便吃。要说，孩子们的身体素质都还好吗？都还好，就是阿宝有些抽搐，以后还是尽量减少大鱼大肉，鱼肉可以换个做法，炖汤什么的。太子坐在那里，原本是想听一些消息的，结果这群人凑在一起，一直在说养孩子的事情。旁边的阿宝又让他帮忙夹这个夹那个的。哎，这说起来，听闻前阵子皇上也给你相看来着，怎么样？有没有中意的啊？这感情啊，就是要从小培养。太子一听头都大了，他想了想，看着身边一直在吃的阿宝，说道：其实我觉得阿宝怎么啦？娘的，声音真大。我姐姐说了，吃饭就要好好吃饭，不能多说话。太子刚要自己夹口饭吃，旁边的阿宝又开始指挥太子帮忙了。我姐姐说了，师傅就是屎也是爹，所以你要伺候我吃饭。哎呀，我没说过啊，我根本就不是这样说的。阿宝，你爹说的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阿宝听了也仿佛没有听。我已经给你当了好几天的，我不说了，你自己想想吧。想不出来，晚上就不要放学了。你他娘的在放什么屁呀！不弟，我想吃那个菜菜了，吃了对身体好。我爷爷说了，要多吃绿色的。偷偷告诉你，吃菜菜少了，拉不出粑粑来。毁灭吧，别让他说话了。所以我们要多吃。徒弟，再给我加一点。这一整场饭局啊，太子完全没有停下，一直给阿宝服务。阿宝吃得很饱。吃饭不能吃太饱啊，阿宝。阿宝一听，赶紧点头，有些开心地晃了晃小短腿儿。一旁的太子却在这时候忽然拿过酒杯一饮而尽，他这一动作却是将旁边的张将军给吓了一大跳。天哪，这可是烈酒，这怎么办呢？赵恒，你赶紧给他催吐啊！张将军没想到太子会将自己的酒杯给拿过去喝了，所以他此时有些害怕。这要是太子出了什么事儿，我天天去宫门口跪下，估计也是于事无补吧。赵恒做事要帮太子催吐，可是太子很抗拒地躲在一边。不要，我就是要喝酒。太子当的实在是难过。太子眼眶泛红地说道。阿宝坐在一边，想着一边吃果子一边看太子的热闹，这才是最舒服的。可是就在阿宝偷偷摸摸地拿果子的时候，赵恒悄悄地在那块脆甜的果子上抹了一把辣椒面。阿宝摸到手的时候刚要啃，低头一看，上面都是辣椒面。他诧异地朝着放果子的地方看了过去，结果就跟赵恒对上了眼。爹爹的眼神太可怕了。爹爹，太子喝醉了，能不能吃个果汁？应该是可以的。阿宝一听，转头就将那裹满了辣椒面的果子朝着太子的嘴里塞了进去。一瞬间，爆辣的感觉盈满了整个口腔，太子忍不住剧烈地咳嗽了起来。娘的，我是要喝醉了，不是瞎了，
谁家的水果上面裹满辣椒面？赵将军，我今晚能不能在这里住下？就让我逃离皇宫一日吧，看在我师父的面子上，请你收留我。作为他的师傅，你觉得呢？太子心里有些忐忑，这阿宝会不会拒绝？倘若你同意，我保准让御膳房管够。跟着我吧，我带你去我最喜欢的地方。太好骗了，只要用吃的就能骗到蠢阿宝。今晚我就可以如愿的留在赵府，好好的打探一下消息了。就因为这事儿，饭后阿宝带着长毛还有太子一直往后院走。太子虽然醉醺醺的，可他还是觉得越走越不对劲儿。这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这顶多算是个景色还不错的花园。太子快来，我把这个大窝让给你，我自己睡这个小的，这是我爹爹给我做的，很舒服的。太子，你怎么不进去哇？让我帮你吗？说着，阿宝一脚朝着太子的屁股踹了去，直接在狗窝里摔了一个狗吃屎。长毛急得团团转，使劲的想要朝着太子的衣服上咬去，就想把太子从自己的狗窝里拖出来。可是太子整个人已经摔了进去，还带着浑身的酒气。赵阿宝，你竟然敢踹我！太子现在说话都说不清楚了，他是故意想留在赵府的，所以没办法，才故意喝了酒。结果他虽然如愿留在了赵府，但是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那酒太烈了。阿宝站在一边，听着太子吞吞吐吐的，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他顿时嫌弃的一个蹦高，在太子试图站起来的时候，直接一脑袋将太子给撞晕了。太子骂人的话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说出口，就已经晕了过去。见太子不再说话了，阿宝这才摸了摸自己的胖肚肚，乖乖地回自己的院子了。可是长毛急坏了，长毛想了想，朝着赵轩的院子里跑了去。赵轩还在书房看书呢，就听见有东西挠门，他起身去开门，长毛就着急地甩着尾巴来咬赵轩的袍子。赵轩只得放下书，跟着长毛去看，结果就看见长毛的狗窝已经被昏睡过去的太子占着了。长毛有些委屈地甩了甩尾巴，明显是不满意自己的狗窝被占了。走吧，去我院子里。阿宝明显是吃多了，自己回去睡了。等明天，我去后厨给你要一根肉骨头。长毛仿佛能听懂他的话一样，跟着赵轩来到了他的院子里，找了个地方就睡下了。哎，怎么样？你是不是猜错了？阿宝今天并没有来，而是自己回去睡了。嘿，是我失策了。我就知道，阿宝就是长大了。哎，晚上还没结束呢，啊，你也别高兴太早了。你小心马失前蹄。你呀，也别对他有太高的期望。夫妻俩絮絮叨叨地聊着天，直到进入了梦乡。半夜的时候，一道不轻不重的敲门声响了起来。胖墩墩迷迷糊糊地站在门外，一边敲着爹娘的房门，一边喊道：爹爹，你怎么还不起来哇？要上学了，再不去就迟到了。爹爹，有没有饭吃啊？我饿了，吃饱饱才能去上学。阿宝明显是睡迷糊了，
一边拍门一边喊着。赵恒夫妻俩瞬间就睁开了眼睛。门打开的那一秒，胖墩墩直接朝着他怀里扑了过去，嘴里嚷嚷着要去上学。赵恒扒拉了一下阿宝的眼皮，见阿宝睁着眼在迷迷糊糊地说胡话。他刚准备带阿宝去找王春娘，结果阿宝嘴里还嚷嚷着要去上学。清晨，书院门口，阿宝是被一阵饭香的味道给香醒了。他睁开眼，刚准备舒服地翻个身，这才发现他睡的地方根本不是床，而是马车里。他倏地坐了起来，就瞧见爹爹娘亲坐在马车的前板上，很是舒服地吃着早饭。这家的肉饼不错，这粥也不错，我还能再吃2个。你不是还想吃拌菜吗？多吃点。你去看看阿宝醒了没？我瞧着远处走过来那个人有点像刘夫子。赵恒抬眼看了过去，果然确实是刘夫子。从来生死都看淡，专和老天对着干。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姐姐，我也饿了。赵恒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阿宝呢，阿宝自己已经喊了出来。赵恒直接伸手将阿宝拎了起来，朝着刘夫子走了去。阿宝，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果然你爹娘回来了，你也改过自新了。阿宝一脸的生无可恋，他想吃饭，不是要见刘夫子。夫子，可否借用一下院子，让阿宝洗洗脸就不回去了，吃完饭直接上学。其实我们半夜就来了。姐姐，你为什么半夜送我上学哇？不是你自己半夜敲门让我跟你娘来送你上学的吗？我不记得了哇。不管如何，阿宝还是被赵恒带着去了院子里收拾。收拾完，赵恒邀请刘夫子一起吃早饭。阿宝抱着一个菜饼子，一脸生无可恋地坐在一边，听着2个大人说话。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书院如今运作的还可以，极好极好，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啊，那就好。哎呀，阿宝这孩子您多费心了。说实话，你愿意这么出钱出力帮书院，我就是教2个阿宝也愿意。刘夫子本来想说他就是教10个阿宝也愿意，可是又一想10个阿宝，那他的头发岂不是都要掉光了？阿宝埋头啃菜饼子，时不时的喝口粥，他眼巴巴的瞅着刘夫子和爹爹手里的肉饼，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行了，别看了，这个肉饼小孩不能吃，只能大人吃。为什么哇？为什么小孩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啊？因为太香了，小孩吃了1个还想吃。阿宝一愣，随即没忍住，哇的一声就要哭出来了。谁哭，谁今晚就别吃烤肉了啊！阿宝那哭声顿时给憋了回去，然后就低头继续啃菜饼子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果然还得他爹治他。阿宝今天来的这么早，必须要表扬。待会儿你就跟我一起站在书院门口迎接孩子们吧。刘夫子一脸慈祥地朝着阿宝说道。阿宝真的要哭出来了，这口菜饼都要吃不下去了。总之，阿宝肉饼没吃上，还被刘夫子带到了书院的门口，一起迎接来上学的孩子们。就在阿宝一脸生无可恋地送走爹爹娘亲，跟刘夫子往门口走的时候，此时的杏花街已经炸开了锅。耀爷爷，你没开玩笑吗？阿宝真的去上学了？阿宝竟然抛弃我们去上学了？哎呀，半夜的时候就去了。半夜是怎么回事？阿宝是睡迷糊了吗？以后被大人们打的时候，阿宝也要抛弃我们了吗？不行，绝对不行！我们说好了，有难同当的。样爷爷，我们先走了。一群娃就急吼吼地朝着书院赶了去。老药王刚送走这几个娃，刚要转身回府里，结果就看见太子阴着一张脸站在后面，声音异常平静的道：找阿宝上学去了。
是啊，太子爷，阿宝整天稀里糊涂的，昨天半夜把他爹娘喊醒了，非要去书院。没办法，他爹娘半夜赶着马车把他送到书院里去了。太子原本是想跟阿宝讨个说法的，为什么他在狗窝里睡了一晚上，而且脑袋上还有块伤？可是现在听见老药王描述这么离谱的事儿，他竟然不知道要如何开口了。毕竟这两件事都很离谱啊。可他还是不信，便朝着老药王问道：老爷子，阿宝睡过狗窝？你怎么知道啊？阿宝就是有这个癖好，所以其实我们家后院里有好几个狗窝。老药王见太子皱眉，他接着解释道：太子你还不知道吧？阿宝昨天晚上就是睡的狗窝。太子听见这个话，倒是也没有怀疑。老药王见此，心里可算是松了一口气。天知道，阿宝昨晚好像是在他自己的屋子里睡的。我做了早饭，太子要不要用了早饭再回宫啊？太子摆摆手，赵家一家人都不在，他留在这里也打探不到什么消息，还是尽快回宫比较好。赵阿宝今天是书院来的最早的一个。阿宝，你来这么早，是不是书院里有什么好吃的？夫子，我们也想吃。这表扬个点心咋还起反面作用了呢？阿宝，你真的偷偷的背着我们吃好东西了？阿宝摇摇头，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非但没有吃到好吃的，甚至只是吃了一个菜饼子，毫无肉香。倒是康康，他走到阿宝旁边的时候，朝着阿宝撒了一个小肉夹馍，小声的道：又爷爷给我的。阿宝一摸到那有些热乎的肉夹馍，眼睛顿时瞪大了。大宝试图制止，毕竟干爹说过不能让阿宝吃太多的。可是他还没等抢过来呢，阿宝已经藏到身后了，一副很是警惕的模样，瞅着大家。阿宝甚至还朝着大宝看了过来。大宝，你们给我带东西吗？得了，让他自己吃吧。等到所有的小孩都进了书院以后，夫子，我跟你一起忙了这么久，你有没有铜板要给我啊？刘夫子瞅了一眼阿宝，略带嫌弃的道：阿宝，你吃东西吃到了脸上。阿宝很淡定的擦了擦，说道：夫子，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行了，快点回去上课吧。刘夫子赶紧赶人，他是不想说话了。阿宝咧嘴，噔噔噔的跑了出去。看着阿宝那胖乎乎的身影，刘夫子嘟囔道：还吃，怎么回事？去了趟赵家，还被人打了？应该是阿宝撞的我。父皇，我什么也没有打探到。赵恒夫妻俩也是密不透风，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压根儿没有谈公事，都是在聊养孩子。下去吧。太子无精打采地从御书房出来。裴文帝看着太子走出去的身影，暗自的摇摇头。不行，还是跟赵恒的儿子有差距。阿宝虽然抗拒上学，但是他不抗拒跟小伙伴们一起玩，尤其是爹爹娘亲回来以后，他玩得更开心了，压根没有压力了，甚至在中午还想请小伙伴们下馆子。大丫二丫是有些心动的，可是康康和大宝都不点头，他们也不敢跟着阿宝胡来。我不是你们的大姐了吗？大姐有钱。阿宝，你别说了，干爹干娘刚回来，你就作，等他们收拾你吧。可是我有钱啦，爹爹娘亲也不会拦着我花钱的，而且我也没有乱花，我是请小伙伴们吃好吃的。康康想了想，见阿宝满眼的期待，最后还是抬脚跟着阿宝走了去。那我们要快些吃，别耽误了下午上课。当然啦，迟到的话，刘夫子就要喊我爹爹娘亲来。不过我爹爹娘亲很久没有来书院了，会不会也想来哇？干爹干娘今天早上刚来过。啊，完全忘了。爹爹娘亲回来了以后，阿宝就很是开心，所以这天中午
他直接跟毛13说，中午不回家吃饭了，而是带着一群小朋友出去下馆子，就连钱小鸭都偷偷地带上了。毛13凑过来，很是小声的道：“大小姐，你们得快些吃啊，别耽误了下午上课。”放心，我们肯定不会迟到的。您迟到的次数我都数不过来了。几个娃就在书院附近找了个饭馆子，甚至还知道安排单间。可算熬过去一上午了，上学真是太累了。阿宝，干爹干娘回来以后，你怎么一点干劲都没有啦？亏得我们还以为你是太积极才半夜去书院的。我们不是说好有难同当的吗？那你们也不能拉着阿宝一起当差生。康康，你说这话有良心吗？明明是阿宝拉着我们当差生。别说了，你们3个半斤八两。几个娃叽叽喳喳地说着，很快就有小二过来送菜单了。阿宝摆摆手：“我不怎么认识字，你给我们读一下听听吧。”小二只得开始读。等孩子们点完菜，小二退出去关门的时候，正好碰见了跟过来的管事的。如何？都已经点完菜了吗？好生伺候着，好像是那位赵家大小姐，那都是有钱的主儿，光他爹娘赚的钱，一辈子都花不完。屋子里听见这话的阿宝动了动自己的小耳朵，一辈子也花不完的钱，那得是多少钱呢？他又不想上学了，天气越来越热，爹爹娘亲也回来了，他又很开心了，只想着玩。康康瞅见阿宝自己在那里咧嘴笑，朝着阿宝说道：“别傻笑了，待会儿剩了菜赶紧吃饭。你忘了，大哥还有半个月就要出发去北周了，到时候你就是赵家在京城唯一的孩子了，你得好好读书。”康康也听见了刚才外面的动静，他瞅着阿宝那样子，就像是在想什么好事儿。反正我爹不靠谱，我以后要变厉害，保护我娘的。干爹干娘总会老的，大哥又要去北周好几年，阿宝，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说到底，康康现在虽然过得很开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爹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导致他比普通的小孩更成熟一些。阿宝听了这些话，顿时沉默了下来。阿宝，你别担心了，等我们以后给干爹干娘养老。有人时不时找茬怎么办？你去解决。二丫瘪嘴，虽然大家都是过得很开心的小孩，但是大家也都有大家的烦恼。快吃吧，吃完我们去上学。闻着这么香的味道，阿宝还是有些食之无味。别担心了，就算大哥去北周，咱们也都还在，只要我们都好好的就行了。别怕，阿宝，赶紧吃饭。总之，我们不能光想着吃爹娘的。我知道了。快吃吧，下午还要上课。阿宝点头。要是哥哥去北周了，他就是家里最大的了。这天傍晚，阿宝回到家以后，就开始站在前院，围着那根柱子转圈圈。阿宝啊，你不是想看你姥爷炸肉吗？你姥爷在后院等你呢。哎，让老岳头自己看吧。阿宝转了快半刻钟了，也不知道在转啥。老夫妻俩就凑上前，可是阿宝就是不说话。赵恒和王春娘出来的时候，阿宝已经在那里转了1刻钟了。快去看看吧，快傻了。老药王催促赵恒夫妻俩道：“阿宝，看什么呢？”娘亲，我在想，怎么才能成为咱们家的顶梁柱？哥哥要去北周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了。要是爹爹娘亲老了，
王春娘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去忙吧，我跟他说啊。说完这话，赵恒直接将阿宝拎了起来，一个飞身将他放到了梁上。阿宝对此已经麻了。哎呀，来，你现在是不是在点梁柱上？阿宝点点头，甚至还小心翼翼地挪了挪自己的脚脚。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阿宝看了看，站在这个角度，他能看见整个前院。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清楚。所以呢？那我要长成柱子一样高。哎，多读书，多学习，多出去见识，才能站得高，看得远，知不知道？姐姐不对，张爷爷说了，要脚踏实地，要站得矮，才能当好官。你，哎呀，算了，今晚送你去张家，让张老爷子好好教教阿宝吧。阿宝点点头，得赶紧让13毛去通知大丫二丫，弄点他喜欢吃的菜。此时的阿宝完全忘记了自己中午因为想当顶梁柱而吃不下饭的事情了。这一天晚上，赵恒亲自带着阿宝朝着张家走了过去。送阿宝去张家的路上，赵恒一边走一边给阿宝提溜着一堆好吃的零食。赵恒一边走一边给阿宝提溜着一堆好吃的零食。阿宝开开心心地在赵恒的身边蹦跶着。赵恒略有些嫌弃地朝着阿宝说道：阿宝啊，我是送你去吃饭的，不是让你去送饭的。你带这么多零食干什么？阿宝想了想，语气很是自然地说道：小孩的事我不要管。嘿呀，希望书院找家长的时候你也这样说啊。阿宝仔细地想了想，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转，这才朝着赵恒回道：姐姐，小孩说话不算数的。那小孩说话就可以跟放屁一样吗？弟弟说话真粗鲁。嘿，这不是你屎尿屁的时候了，是吧？阿宝只管嘿嘿笑，也不再去搭理赵恒了，因为他知道，反正自己也说不过爹爹，所以干脆就不要开口了。